来自马来西亚，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曾经在香港当过律师，他为郭富城写过歌，他曾是著名的风投软银公司的高管。如今，他是杭州好语办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叫黄安鹏。见到黄总的时候，是一个周末的早晨。在大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合作伙伴是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一些流行歌曲，我们就做了很多曲，然后就发给所有的唱片公司。但是想不到，华纳给我们回信说，哎，这首歌好。我说谁唱的？郭富城。郭富城唱我们这首歌，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骄傲，因为当时我们写歌也不是为了赚什么钱或者什么，就是纯粹为了那个乐趣嘛，爱好嘛。我经常跟朋友说，就是开玩笑，我说当时呢，如果华纳跟我说，嘿，我们可以用你的歌，但是你要付多少钱？我说可以，你要我付多少钱？年轻时的爱好并没有让黄安鹏成为一名音乐人，而是最终成了他和女儿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朋友的眼中，黄安鹏是一个超级的女儿控，教女儿学音乐，陪女儿参加每一场演出，甚至义务担当女儿所在合唱团的编外辅导。可是黄安鹏却说，其实是女儿的到来为他带来了如今的事业。就生了女儿之后呢，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早教的产品我都买下来去用，然后但是发现我要教的一些东西，或者我要的一些功能，市面上的产品都没有。我想给它个性化。那比如说我教他nose 这个字，那他每次看都是同一个 nose 的一个照片，但是我就开始给他看，不仅仅是多样化，但是我会拍照，我是拍妈妈的鼻子，爸爸的鼻子，然后他自己的鼻子，然后给他看 nose， 你看，然后 nose， 然后他每当看到他认识的一些照片，他是那个兴趣是提高很多的。所以这个是像 DVD 啊、书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程序员，帮我开始写代码。所以我是因为市面上找不到我要的一些产品，所以我就自己写、自己做这些东西，然后就为了教女儿。剑桥毕业的黄安鹏第一份工作是全球顶尖的 Clifford Chance 律所的律师，可在他的心中，律师不是他最终所要做的职业，他想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这款早教软件就这样随着女儿的到来，成为了他研制的第一款产品。我是很喜欢分享知识，我觉得呢，我有了这些知识，然后我不分享，我很不自在，我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我很多时候一旦比如说朋友问到某一个话题，然后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知识的话，我就很积极的说好，来，我来告诉你，你坐下，我就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他们，然后我就有一个满足感。喜欢分享知识的黄安鹏开始将产品的方向拓展到了更多的领域，同时也将视线投向了更远的中国大陆。2013年，黄安鹏来到杭州。像下面这里就是像微信啊，然后海外的 WhatsApp 啊、QQ 啊、Skype 啊，所以信息都会在这里。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工作用到的一个聊天的一个系统。这里就是我在做什么就在这里，无论是谈那个回 email 或者做一些 Word 的文档。当时我决定搬过来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公司仍然在香港，那我不在行不行？但是发觉其实因为今天的工具网上的发达，像 Skype 这样子，其实区别不是太大的。因为今天的技术的发达，人与人之间，你不管你是在不同的国家，有这些工具的话，那你是可以完全是保持很密切的一些联系。互联网让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很近，天涯和咫尺不再有分别。而这些新的技术让黄安鹏可以游刃有余地同时管理着杭州和香港的公司，也让他和他的团队拥有了全新的产品。
我们是一个国际交友的一个 APP， 能让我们的用户呢很容易的去认识到海外的朋友。那同时呢，也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语言的障碍减到最低。重点其实不在语言，重点是要让各国各地的人呢，就比较了解其他国家。把世界拉得更近，把不同地方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缩得更小，让这个地球村落中的人们的沟通不再有障碍，这就是黄安鹏如今做的这款 APP 的目的。如果说一个青涩的年轻创业者对于自己的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缥缈的梦想，那么我们眼前这位成熟的企业家或许更加清楚自己所要真正从事的事业，以及这份事业带给这个世界的意义。能对世界有一定的贡献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这家公司，意义就是能把世界拉得更近。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比较国际化的一个人嘛，所以我很多不同国家的人我都认识的，我都知道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文化差异很大，而且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出现于就是因为彼此不了解。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把世界拉得更近。又当一个周末的早晨来临的时候，阳光和音乐同时在这一个排练大厅开始生长。黄安鹏又来到这里帮助孩子们矫正歌曲当中的英文发音。合唱团很快就要去俄罗斯索契参加一个国际比赛。黄安鹏说，如今的孩子们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今后的世界也会被拉得越来越近。